小雅，这么晚还没睡？林墨，我们分手吧，我不想跟一个天天加班的穷鬼过一辈子。还有，卡里的5万块就当是我的青春损失费。林墨，你交的是方案还是废纸？客户都气炸了！我警告你，今晚不改出来，明天直接滚蛋！你不干，有的人干。怪了，可乐呢？难道被你喝了？赵县城，城外10个村子断水多久了？回大人，最远的石头沟已经断水半个月了，井里打不上来一滴水，百姓都开始喝泥浆了。本官说过多少次，泥浆喝了要死人的，为什么不及早报上来？大人，报了也没用啊，朝廷1粒米1滴水都没拨下来，县衙粮仓都能跑老鼠了。沈大人，不是小的多嘴，城外饥民已经开始挖草根了，再没水没粮，怕是等不到朝廷的救济，人就先饿死了。本官再去催一催。大人，这铜盆在县衙放了20年，从没见过冒水啊，这怎么是褐的？大人，甜的，这莫不是天降的甘霖？苍天在上，这是要给我清水县10万百姓一条活路吗？9块9包邮的聚宝盆还会偷喝可乐？难不成里面有个夹层？要不再试试？芝麻开门，急急如律令，吐出来！不是，盆哥，你把黄焖鸡吐出来啊！我还没吃饭呢。大人小心！大人，这是肉，这白花花的是米饭，闻着比咱县衙过年吃的红烧肉还香。还是热的，先是清水，再是热饭，不是幻想，是真的。敢问是哪路仙家显圣，救我清水百姓？若真有神明，请再赐些水来，救一救清水县的10万百姓。这字有点像大晋王朝的古文。大晋，那不是1000多年前的朝代吗？1000多年前的东西，怎么跑到我盆里来了？李默，明天就是交租日，1200块1分都不能少。穷鬼租我房子，我都嫌晦气。我上哪儿给你弄钱去？总不至于去河里捡吧？等等，河里？盆哥，让我看看你的极限。哎，别都吸完了呀，给我留点啊！草鱼按5块1斤，这里至少上百斤。鲫鱼、黄辣丁、河虾加起来也有几十斤，至少能值800块。这下房租有着落了。大人，神明真的看到您的祈祷了。赵县城，马上叫人把府里能用的钢桶盆全搬过来接水，地上的鱼捡起来装筐。快，这里的水一滴都不能浪费。来人，快来人！沈大人有令，全衙门的缸都搬过来。沈大人，老周活了50年，头一回见盆里往外蹦活鱼的，这到底是哪路神仙显灵啊？大人，鱼称过了，至少2000斤，这水还在往外冒，咱们县衙的缸全接满了，是不是该让百姓来打水？传令下去，今晚就开挖蓄水池，
现在就让百姓来县衙门口排队打水，鱼也分下去。一共937，要是这么干上2个月，5万块钱就回到了。可惜附近没那么多没人管的池塘。我倒要看看上面写了什么，说不定是使用说明呢。敢问是哪路仙家显圣？请再赐些水来，救一救清水县10万百姓。这不是收纳空间，这聚宝盆连着的是古代，是大晋王朝啊！大晋王朝随便送个什么东西，都应该是古董吧？现在金价也是直接起飞，给金子也行啊！我不是神仙，只是一个商人，你可以称呼我林老板。机缘巧合连通贵县，若需粮水，我可以供货，但需以物相换。大人，可是仙家信件，我看上面的字体颇有仙家风范，非凡人所书。非也，他说自己是个叫林老板的商人。商人？此等神通，怎会是商人？大人，那可是您。无妨，身外之物。这玉是热的，还有香味。和田羊脂白玉，品质极上，市价至少100万。1块玉100多万。林老板，我以玉佩换取水粮，不知能换几盒？10万人要吃饭，按最简单的来，一人1天3个馒头加1瓶水，1个馒头5毛，3个1块5，水1块，加起来2块5。1天25万。10万人日食，馒头3枚，清水1瓶，此玉价值不菲，可供4日之粮。批量购买应该有折扣吧？我这也不算白忙活。大人，那林老板怎么说？大人，这馒头是何物啊？小伙子，这东西你从哪儿得来的？家里传的。家里传的？怎么，有问题？这玉上刻着一个青碗字，背面是梅花纹。老朽研究古玉30年，敢断定这枚玉佩的主人是大晋王朝第1奇女子沈清婉。所以很值钱喽？很值钱，用价值连城来说也不过。大晋末年，清水县出了一位女县令，此女以一己之力，在连年大旱中保住了清水县及周边3县数10万饥民的性命。后来又带民兵平定叛军，被百姓称为在世观音。正因为他，大晋王朝的腐朽才会被彻底暴露。他救了数10万人，朝廷却以图谋不轨之罪赐死。这一杀寒了天下民心，大晋从此分崩离析。这么厉害，所以到底值多少钱？我挺缺钱的。上一次他写的一幅字被拍出了3000万，这块玉佩的价值只高不低。那您老给个价？1个亿。如果愿意出售，钱马上到账。成交。我这就成亿万富翁了。你现在还敢旷工？是不是真不想干了？那就赶紧滚回来，老子立刻给你办离职手续。又是这样，办离职手续是吧？林默，你还有脸来？都是因为你，客户放弃我们公司了。你知不知道害公司损失了多少钱？你这种废物，要能力没能力，要态度没态度，还赖在公司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月的绩效你1分都别想拿。骂完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这是什么？P图的吧？不装了，摊牌了。我是亿万富翁，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与你相处，可你却有眼无珠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。大人，这
是夫人留给您的嫁妆。赵县城，把县库那几件古董字画也取来。本官记得库里还有一幅前朝的山水画，一方前朝端砚，几件银器。大人，那些可是县库存了上百年的东西。东西能比人命值钱吗？去拿来。林老板，清水县库房已空，今奉上本官私房银头面1套，县库古董字画数件，作为交换之资。望林老板慈悲为怀，多赐些凉水应急，待灾情缓解，清水百姓另有重谢。沈清婉，你这么够意思，我也不能失望才是。林老板，您这次一共订了2000袋大米、2000袋面粉、300桶食用油、1000斤腊肉、1000箱压缩饼干、1万件矿泉水。没蔬菜吗？另有1万斤白菜，算我免费送您。多谢，尾款已经打到你账户上了。林老板大气，以后您还要什么货，直接打我电话，保证比别家便宜。这么多东西，挨个往盆里送，该送到啥时候啊？等等，上次在河边，我只是把盆按进水里，心里想着吸水，水就自己灌进去了。那这些物资是不是也能？靠，真能行！那就继续。居然能用意念控制着传送，而且不管东西多大件都能传送进去，就是太耗体力了。大人，是肉，是肉啊！大人，有了这批粮食，全县百姓的命就保住了。林老板，本官沈清冉代全县10万百姓感谢您的大恩大德。大人，老身活了60年，头一回闻见这么香的米粥。大娘，这块肉带回去给孙子补补身子。大人，按您的吩咐，全县10个村子都设了粥棚，可这消耗一天就得消耗上万斤粮食。林老板送的粮食能撑多久？够全县吃8天。8天之内，本官再想办法，先救急。林老板大恩，清水县10万百姓感念不尽。然旱灾持续，8日后粮尽，清婉冒昧再求援手，县库尚存古董字画，可做交换。8天，这消耗量比我想的还猛。周老板，上次的货再给我来3倍。对，6000袋大米，6000袋面粉，腊肉、压缩饼干、矿泉水全翻倍，钱不是问题，3天内必须到货。沈清婉，我可以继续帮你，但你需要告诉我你的来历，以及你为什么要守在清水县。林老板容体，清婉出身京城沈氏，父兄皆为朝中要员。3年前清水县遭旱灾，朝廷无一人愿接此烫手山芋，清婉自请赴任，家父因此与清婉断绝父女关系。大人，您这3年来把嫁妆全贴进县库了，如今连夫人留给您的银头面都送了出去。然清缓不悔，清水10万百姓皆是活生生的人命。林老板问我为何守在此处，因为我不守，无人肯守。沈家大小姐，放着京城的荣华富贵不要，跑到鸟不拉屎的清水县当县令，父兄跟他断绝关系，嫁妆全贴进去救灾。朝廷还3天2头催他赈灾，却不给粮食。这女人比我前女友强了1万倍不止。你的情况我已了解，以后粮食管够，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。另外送你一样东西。
大人，这又是何物？黑不溜秋的，莫非是兵符？尹向阳，大人，里面有活人，妖怪，这是妖怪的法宝。大人小心，此物恐怕有妖邪。不是妖怪，是神迹。林老板传了天上的治水之法给本官。赵县城，你看，若按此法，在山腰修引水渠，雨季除水，旱季灌溉，清水县往后再不会闹旱灾。大人，此法若成，不光是旱灾，连明年的春耕都有救了。林老板，此治水之法价值连城，今晚带清水10万百姓拜谢。林默，房租拖了3天了，今天要么交钱，要么滚蛋。这房子多少钱？我买了。你买？哈哈，你一个连1200房租都交不起的穷鬼买房子？你知道这房子值多少钱吗？50万！你见过50万长什么样吗？哈哈哈哈哈哈50万，卖不卖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不用管。50万，卖不卖50万吗？这个地段这个面积50万有点少，你再加点。？70万。70万，再加点，80万，不，100万，100万就卖你。100万，一口价。不卖，贵贱不卖。真不卖？卖也可以，但至少要150万。你干什么？哎，你等等，110万，110万就卖你，100万，100万就100万，卖了。你疯了吧？100万买你的老破小？不是，你说的100万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？我说的时候你拒绝了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你没抓住。80万行了吧？70万，60万，50万，就按最开始说的50万。小陈，昨天看的房子3套全要了，马上签合同。林先生，这批东西比上次那枚玉佩还要珍贵。这套银头面是大晋官宦之家女子成年礼的标配，工艺失传已久。这幅山水画，老朽敢断定出自大晋名家周松石之手。周松石，大晋朝第1画师，存世作品仅3幅，上次以卖《寒江独钓图》拍了8000万。这块砚台呢？砚底刻着清婉2字，这正是沈清婉的陪嫁之物。老朽出价3个亿，这批东西全收。成交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以后我还会送东西来，您给我留个专属通道，我直接联系您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林先生，您要是还能找到沈清婉的遗物，老朽倾家荡产也要收。林老板，按您的吩咐，这回一共8000袋大米，8000袋面粉，500桶食用油，2000斤腊肉，3000箱压缩饼干，3万袋矿泉水。另外您上次问的蔬菜，我给您弄了2万斤白菜萝卜。做得好，尾款已经打过去了。开工。大人，初步清点，这些粮食够全县人吃上1个月。他竟如此费心。这批粮食够你们吃上一阵子。另外，你把清水县的地形图、人口册、受灾村子名单整理一份给我，我帮你们规划水利工程。
大人，林老板待清水县确实恩重如山。林老板容事，清水县地形图及人口名字即刻准备，今晚带全县百姓拜谢大恩。大人，府城传来急令，知府大人明日亲临清水县巡查赈灾事宜。大人，知府刘崇贪婪残暴，他这个时候来，绝不只是巡查那么简单。下官沈清婉参见刘知府。沈大人好大的手笔，朝廷1粒米没拨，你倒是在这儿天天放粥。本府倒想问问，你的粮哪儿来的？回大人，粮是下官以私人关系筹措的，未用朝廷1粒米。哼，私人关系？沈大人，你父兄在京城已与你断绝关系，你哪儿来的私人关系？本府今日要亲自查看你的粮仓和账册。沈大人，这批粮食怕是有上万斤吧？这是百姓的救命粮。沈清婉，你哪儿来这么多粮食？朝廷拨给整个府城的赈灾粮，加起来不到你这粮仓的30%。如实交代，粮从何来？粮从何来？恕下官不便告知，但下官已保证，这批粮来路清白，绝非朝廷官粮。来路清白，本府管不着。但沈大人，按大境律例，地方官煽动大批物资，需向府衙报备。你未经报备私囤万斤粮，本府有权全部查抄，押回府城处置。刘大人，这些粮食救10万百姓命的，您不能！来人，封仓！知府刘崇亲临清水，欲查抄全部粮食。狗官想抢老子送给沈清婉的粮！大靖末年，天灾人祸频发，朝廷吏治腐败，科举舞弊案层出不穷。巡抚衙门每年向朝廷虚报灾情，骗取赈灾款。虚报灾情，贪污赈灾款，只要拿到证据，刘崇的脑袋就捏在沈清婉手里。平板里新传了一份历史资料，大靖末年巡抚衙门贪污赈灾款的完整记录。你照着上面的线索，派人秘密搜集刘崇的罪证。赵县城，林老板这份天书里记载的清清楚楚，刘崇在任5年，虚报旱灾水灾17次，贪污朝廷赈灾款近20万两白银，连每次贪污的时间、数额、经手人都列得明明白白。20万两，朝廷拨给整个府城5年的赈灾银，加起来才8万两。赵县城，你派人按天书上的线索，秘密搜集刘崇贪污的人证物证。大人，这是刘崇5年贪污的完整记录，每一笔都有刘崇的亲笔签字画押。这些证据足够将刘崇满门抄斩了。大人，弹劾密折已经写好，是否连同账册抄本一同递赴京城？先不急。沈大人来此是想讨要粮食？告诉你，别说你，就是你爹来了，这一批粮食也要带走。刘大人，下官今日登门是想请大人看一样东西。这是什么？5年来，朝廷拨拨清水府的赈灾银，共计32万两。这笔银子有12万两被截留在府城，以损耗、运输费、管理线等名目入账，每一笔都有大人的亲笔签字画押。沈清婉，你胆敢查本府的账？不仅是赈灾银，下官还查到大人以修缮府衙为名向户部虚报了3万两，以河道清泥为名虚报了5万两。这些账目在京城的宝通钱庄都有存底，大人的私印和签字一一对应，分毫不差。刘大人不必紧张，下官今日来
不是要跟大人鱼死网破。你想怎样？下官给大人2个选择：其一，大人留下粮食，并上书朝廷，将清水府的赈灾功绩如实禀报，为清水县请功，并免除清水县3年赋税；其二，大人带着粮食离开，那么7日之后，这些账册连同弹劾密折的抄本，将由下官派快马送入京城御史台，同时空遭吏部、户部、刑部。下官若是一炷香内没走出去，清水县全城戒严，账册抄本即刻发往京城。本府若是上书为清水请功，你保证这些账册不会外泄？下官要的从来不是大人的命，下官要的是清水县10万百姓活下去。大人愿意通融，这些账册就永远封存在清水县衙的后堂里。好，本府答应你，上书请功，免除3年赋税。多谢刘大人，下官告辞。大人，您就不怕刘崇狗急跳墙？他不敢，刘崇这种贪官最惜命。大人，是京城来的义士。大晋公文送到，清水县令沈清婉上前接文书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清水县令沈清婉在连年大旱中保全全县10万百姓，赈灾有功，朕心甚悦，特收沈清婉为清水府知府，下清水、柳河、石泉、平宁4县，着即赴任，钦此。恭喜大人，朝廷终于认可大人的功绩了。3个邻县划归我管辖，可这升官不过是把一个更大的烂摊子扔给我罢了。赵县城，你看看吧，柳河、石泉、平宁3县旱灾比清水更严重，3个县加起来将近30万饥民，朝廷一粒赈灾粮都没拨，只给了本官一个清水知府的空头衔。大人，30万饥民加上水10万，整整40万人。若是赈济不力，朝廷第一个问罪的就是您这位新任知府。回后庭联系林老板。林老板，清婉又被朝廷架到火上烤了。40万饥民，若林老板肯援手，清婉愿以清水府未来3年赋税做抵押；若林老板为难，清婉也绝无怨言。40万人的口粮3天内送到。另外，平板里新传了梯田开垦法和深井钻洞技术的视频，有了这2样，你们下半年就能自己种出粮食。林老板，你到底是谁？您的这份恩情，我沈清环这辈子还不起这份情了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我找周德闪周老板。小雅，我爸最近谈了个大客户，你猜赚了多少？多少？几万块？几万？至少上百万，而且那个客户还要追加订单。这么厉害？那客户什么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个做大生意的老板。我爸说了，以后这种客户介绍给我认识，让我学着做。亲爱的，我最近看上一款包包，买，不差钱。周哥，这就是一直在追我那个穷鬼，现在居然追到你们家公司来了。你小子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小雅是我女朋友，你最好识相点儿，否则……林墨，你快走吧，我现在有男朋友了。祝你幸福，但我来这里是来买东西的，东西还没买，走不了。就你买东西，买10斤大米回去煮粥？对不起，我们家不做这么小的买卖。林墨，赶紧走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，我是不会答应你的。把他赶出去，下次别让这种人进咱家公司。林老板，您来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？我应该下楼接您的。快请进，请进。第2批订单的合同我已经拟好了，就等您过目。小明，你也在，正好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林老板。你不是想学着做生意吗？过来跟林老板认识认识。爸，他
他就是那个大客户。什么叫就是？林老板是咱们公司今年最大的客户，你放尊重点儿。爸，可他就是个穷鬼。放肆！向林老板道歉，立刻！林老板，对不起。这个就是你说的小雅，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，我们家要不起，赶紧分手。林先生，实在对不住，今天所有货价再降5个点，算我周德海替那不争气的儿子给您赔罪。林老板，第2批订单总价还是按老规矩，不过刚才说了，再降5个点，算是我替那不争气的儿子赔罪。再加3000袋大米，3000袋面粉，蔬菜翻倍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3天之内全部到位。林老板，您这手笔越来越大，我都好奇您这生意是怎么做的。当然，您不方便说就算了。有些事不方便说，你只管供货就行。货到了，老规矩打我电话。请。大人，林老板这是要把4线的水利一起修了。您看这图纸，比工部画的还细致。你说，林老板到底图什么？大人，这世间或许真有不为图报的善人，您不也是吗？3年前自请来这穷县，嫁妆全贴进去，家里跟您断了关系，您图什么？撑住40万人的口粮。沈清婉，你可欠我一个大人情。米面往左堆，油桶靠墙，腊肉单独放。那边内放，别把面袋摔破了，那可都是救命粮。大人，初步估算，这批粮食够4县百姓吃20天以上，加上前一批库存，能撑1个半月。林老板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这般倾尽全力帮我们？大人，管他是谁呢？能救人的就是好神仙，好神仙不问来路。林老板大恩，4县40万百姓有救了。清婉冒昧一问，您为何这般倾力效主，不求回报，不图功名？您所求为何？说实话，一开始是为了钱，但看了你的事迹后，想法变了。你一个女子，能为1县百姓倾尽所有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总不能比你差太远吧？另外，我这个世界钱好赚，不用操心成本，尽管开口。再说难听点儿，我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有你这么个朋友，比有100个亿都值。林老板，你说你一开始是为了钱，可现在呢？给了水利图纸，给了4县的口粮，却连一件古董都没再提过。林老板高义，清婉惭愧。您的恩情，清水百姓世代铭记。清婉定不负所托，将4县治理妥当，待灾情缓解，清婉亲率百姓为您立长生碑。只是您的恩情太重，立碑也不够还。清婉欠您的，怕是这辈子还不完。
林先生，这尊香炉是大晋官窑的东西，存世极少。您看这包浆，至少传了10几代人。老朽出价2000万，成交。另外，老掌柜，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林先生，请讲，老朽知无不言。您上次说，沈清婉最后被朝廷赐死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？我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。大靖末年，沈清婉政绩卓著，却因得罪朝中权贵，被污蔑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。皇帝听信谗言，赐馏酒1杯。年仅28岁，死的时候，据说清水百姓沿路跪颂，哭声传出30里。他救了那么多人，最后就这么死了。历史从来不讲公道，好人未必有好报，尤其是在那种朝代。不行，老子不光要帮他救灾，还要帮他活命。历史写好的结局，我不认。沈清婉，接下来我要说的事很重要，你务必记牢。你在朝中有哪些政敌？把名单和背景全部整理给我，一个都不要漏。另外，你身边有没有可靠的亲信？如果有武艺高强之人，安排几人贴身保护你。不要问为什么，照做。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。林老板为何突然问我政敌名单，还让我安排贴身护卫？他的语气好像有什么危险正在逼近。朝中政敌首推枢密使梁吉，此人权倾朝野，曾多次弹劾清婉。其次是户部侍郎王翦，因赈灾银一事与清婉结怨。林老板为何问这些？可否告知原因？大人，4县粥棚今日全部开张，按您的吩咐，每人3勺粥，1块腊肉，2个馒头。老弱妇孺加倍。3县县衙的人手够不够？百姓，不要让百姓等太久。够。按林老板平板里的办法，每个粥棚安排了10名衙卫维持秩序。另设了老弱妇孺优先通道，队伍虽长，但秩序谨严。等这批粮发完，就按林老板的水利图开工。必须在雨季前修好云水渠，不能再让百姓靠天吃饭了。林老板，政敌名单已奉上，清婉不解为何要安排护卫，但已照做。老周武艺高强，已调任贴身护卫。林老板是否遇见了什么？还请您明示。沈清婉，接下来我说的话，你可能觉得离奇，但请你务必相信，我不是神仙，也不是什么世外高人。我来自1000年后的世界，在你们的历史记载中，你会因为政绩卓著被朝中奸臣陷害，以图谋不轨之罪被赐死，年仅28岁。我不想看到这种事发生，所以告诉我你的敌人是谁，我帮你提前铲除他们，不管是谁，都帮。林老板，清婉不知该信还是不该信。
若您真来自千年之后，为何要帮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？您说要帮我铲除敌人，可那些人远在京城，位高权重，您隔着千山万水，如何能帮我？林先生，这批东西比之前更珍贵。您看这幅字，这清婉二字的落款，这就是沈清婉的亲笔，笔锋清瘦有力，跟史书记载一模一样。多少钱？5000万，不，8000万。老朽直接转账，这种东西有市无价。老掌柜，您对沈清婉了解多少？他死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？沈清婉被赐死前留下一句话：清水百姓未脱饥寒，清婉死不瞑目。据说他说完这句话，端起鸩酒一饮而尽，眉头都没皱一下。梁吉，大晋朝末世权臣，把持朝政12年，贪污军饷，卖官鬻爵，逼死忠臣17人，最终死于民变，被乱刀分尸，家产超出金银8000万两，相当于朝廷10年赋税。王先，梁吉心腹，主管赈灾银发放，克扣灾银近半。沈清婉被赐死的奏折中，有王先的亲笔参谋，其家中搜出受贿账册，记录行贿官员达100余人。很好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沈清婉，我给你送来了一份大礼。这些人的罪证，足够把他们碎尸万段。你看这个，梁吉贪污军饷30万两，导致北境边军断粮3个月，士兵饿死上千人。这些都是朝廷从未查过的罪，每一条都有日期，有经手人，有钱庄存底的标号。大人，这些证据若是真的，足够将梁吉满门抄斩，连他家的门客都跑不了。老周，你马上启程去京城，带几个可靠的人。等等，先不急，这些罪证现在递上去，皇帝未必会信。梁吉在朝中党羽众多，反而可能打草惊蛇，到时候不但扳不倒他，还会引火烧身。大人说的对，那该如何？等我先把4县的政绩做出来，等我在朝中站稳脚跟，到那时一举拿下。这里需要加深3尺，坡度要再缓一些。按林老板的图纸，云水渠必须在山谷处修一个蓄水池，蓄水池的位置不能错，否则雨季一来，整条渠都要冲垮。大人放心，按这个进度，半个月内就能通水。民工们干劲足得很，每天天不亮就上工。出水了！出水了！3年了，3年没喝过这么清的水了，这水是甜的。知府大人，柳河县井水全部干涸，百姓连草根都挖光了，下官无能，无力回天，求大人发粮救命。周大人不必如此，柳河的粮已经在路上，明日就能开仓放粥。你先起来，别跪了。明日，大人从哪儿弄来的粮？朝廷1粒米都没给柳河，下官连催粮的折子发了7道，全部石沉大海。粮从何处来？周大人不必多问，你只要回去组织人手，按这个图纸挖井修渠。大人，下官无能，
连本县百姓都救不了，愧对朝廷。与其愧对朝廷，不如把力气用在百姓身上。回去吧，明天粮食就到。另外，这是以工代赈之法，让百姓干活换粮，既能救灾，又能修水利。柳河照此办理。记住，粮食是用来救命的，不是用来养懒人的。林墨，好久不见。我又找了一份工作，就在附近，在一家房产中介当前台。你最近过得不错。挺好的。林墨，对，不用说了，都过去了。林老板，钻井之法在4县推广，已有12口井出水，引水渠修建过半，百姓终于可以自己种粮了。今晚代4县百姓叩谢林老板大恩，您的功德，清水百姓世代不忘。不用老谢来谢去的，你把水利工程搞好就是最好的感谢。这些虚话以后少说，省点墨。另外问你个事儿，你身边那个老周靠得住吗？我是说，到了要命的时候，他能靠得住吗？老周，你跟本官几年了？回大人，6年了。从您到清水第1天，小的就在您身边。那时候您连个像样的衙役都没有，就小的和赵县长2个人。本官问你，若有一天有人要害本官，你能挡多久？挡到死。大人不必问这种话。报，枢密使梁大人派来巡按御史，3日后抵达清水府，请知府大人做好准备。大人，梁冀派的人来者不善。本官知道了，你回去复命吧。淮安，你去准备清水府的户籍册、粮仓账册、水利工程记录，所有数据一项不落，全部准备好。字迹要清晰，纸张要整洁。大人，您不担心巡按御史查粮？怕什么？粮是林老板给的，账是明明白白记的，让他们查，查得出问题算我输。林老板，巡按御史不日央至，此人乃梁籍门生，来意不善，今晚已做好应对准备，只是有一事相求。若今晚遇险，可否请林老板暂时停止传送物资，以免落入奸人之手？巡按御史，梁籍的人。陈少先，梁籍门生，多次弹劾忠臣，后因贪污被抄家。抄家时，从床底下挖出黄金3000两。很好，陈少先，你的罪证也在历史记录里，每一个贪官的底细，历史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沈清婉，对付这种人就一个办法，拿住他的把柄。贪官最怕的就是被人抓住把柄。沈大人，本官奉梁大人之命，巡查清水府赈灾事宜，请沈大人将粮仓账册、户籍名次、水利工程开支全部呈上来，一样都不能少。
陈大人请过目，所有账目一笔不落，每一斤粮食的来源去向都有记录可查。沈大人，本官很好奇，朝廷一粒赈灾粮都没拨，你的粮食从哪儿来的？莫不是私通敌国，收受外邦资助？这可是通敌之罪。陈大人既然问起来了，下官也有些东西想请大人过目。这是从何得来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从何得来，陈大人不必知道。下官只知道，这本册子的抄本已存放在京城某处可靠之人手中。一旦下官出了意外，抄本即刻送入御史台，当天就能送到。沈大人，你这是在威胁本官？不敢。下官只想安安稳稳管好清水府40万百姓。只要陈大人回去如实禀报，清水府一切正常，账目清晰，赈灾得力，那么这本册子就会永远锁在下官的私匣里。您继续做您的巡按御史，下官继续当我的清水知府。沈大人说的是，本官回京后一定如实禀报，如实禀报。大人，方才下官差点以为要动手了。那姓陈的带了8个护卫，个个都带着刀。动手？陈少先这种人，你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。他贪了那么多银子，最怕的就是被查。这种人骨头最软。不过这只是开始，梁吉不会就此罢休的。派一个陈少先没得手，还会有第2个、第3个。巡按御史已退，多谢林老板提供的罪证，今晚以此逼其如实禀报。然梁吉事大，恐仍有后招。今晚想请教林老板，依历史记载，梁吉最后是如何倒台的？梁吉家里藏了3000万两银子，这些银子的藏匿地点，历史记载得一清二楚。京城寨邸地下，城外别院假山老家祖神旁的枯井，我这就告诉你。每一个铜板藏在哪里，都告诉你。3000万两，这可是朝廷10年的赋税。清水府1年赋税不过2万两，梁吉一个人的私产抵得上朝廷10年。你不必亲自出手，只要把这些消息通过可靠渠道递到那几个对梁吉不满的将领耳中，剩下的让他们做。借刀杀人比亲手拿刀更安全。林老板，这招借刀杀人，您果然是商人，算得真准。洪水了！洪水了！水了！这地终于能种庄稼了。我活了60岁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大人，4县36条云水渠全部通水。加上深井灌溉，今年的春耕完全可以自给自足。我们终于不用全靠林老板的粮食了。传令下去，今年春耕免税，让百姓把力气都用在田里。大人，朝廷那边赋税是朝廷定的，本官说了算。朝廷要是问下来，就说是为了恢复生产。谁敢跟灾民抢粮，本官跟谁急。林老板，4县水利工程告竣，36条引水局全部通水，12口深井出水，春耕已起，今年可望自给自足。
今晚将此功归于林老板。终于不用我一个人当搬运工了，这几个月累死我了。唉，接下来你要做的是，让4县百姓休养生息，积蓄实力。你在朝中的敌人不会因为你把清水板好就放过你，你得有自保的力量，光靠老周一个人不够。另外，之前给你的良级罪证，你可以开始暗中布置了。先从边军将领入手，韩猛这个人，在历史上是一个关键人。大人，林老板这是要您先发制人。对，与其等良级出手，不如我们先动手。林老板说的对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老周过2天启程去北境，把良级克扣军饷的证据送到边军几个将领手中。淮安，你负责京城，把良级贪污的罪证暗中散播出去。记住了，不要让人查到消息来源。大人放心，老周这些年也认识几个江湖朋友，传递消息不在话下。北境的镖局里有我过命的兄弟。知府大人，听说清水府今年丰收，我等特来做生意。从南方来的，走了半个月。淮安，清水府多少年没见过商队了？大人，自旱灾以来3年了，3年里没有一支商队愿意来。清水府欢迎天下客商，本官在此保证，所有商队在清水府境内，税收减半，安全由府衙负责。若有人敢抢劫商队，本官亲自带兵剿灭。大人此言当真？那小日回去后，一定多带商队来。南边的商人要是知道这个消息，肯定抢着来。请进。林老板，承蒙您关照，最近生意越做越大。不知林老板下一步有什么需要？周老板来的正好，我想要一批药品：退烧药、消炎药、消毒酒精、绷带纱布，品类要全。林老板，您要这些做什么？这些都是医疗物资，不好弄。朋友有需要，你只要帮我采购就行，钱不是问题。水利解决后，下一个问题是医疗卫生，我会陆续给你药品和医疗手册，你从年轻女性中挑选一批聪明好学的，培养成基层医护人员。防疫比治病更重要，一场瘟疫能毁掉10个丰收年。林老板，您连这个都替我想到了。您到底是什么人，连防疫都懂？韩将军，我家大人派我来，是有一样东西要给您看。这是良级贪污军饷的证据。正是。朝廷5年拨付北境军饷共计40万两，到将军手中的只有10万两，剩下30万两全进了良级司库。这里有每一笔的票号记录，将军可以派人去京城宝通钱庄查。我的兵吃的是米糠粥，穿的是单衣过冬，冻死的弟兄比战死的还多。他良级的家宅一根柱子就值1万两。回去告诉你家大人，这份情韩某记住了，我韩猛欠他一条命。林先生，您上次让我查的事儿有眉目了。沈清婉被刺死后，他身边的亲信赵淮安和老周怎么样了？赵淮安护送沈清婉的棺木回乡，半路遭土匪劫杀，身中7刀而死。据说他死的时候还抱着棺椁不肯松手。
老周单人独刀杀入刑场，想劫法场，砍翻了10几个卫兵，最后被乱箭射死。剑插在他身上，跟刺猬一样。都是忠烈之士，死得冤。是啊，可惜了，好人没好报。老掌柜，这些历史有没有办法改变？林先生说笑了，历史已经发生，怎么可能改？沈清婉于28岁被赐死，同年赵怀安死于劫杀，同年老周死于乱箭，次年清水府民变，3万清民暴动，朝廷屠城3日，第4年梁吉死于乱军之中，第5年大晋王朝灭亡。沈清婉、赵怀安、老周，一个都保不住吗？历史就这么铁板钉钉？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？历史记录的是没有我帮忙的结局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历史可以改，必须能改。沈清婉，以下内容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逐字逐句记牢。你身边最忠心的2个人，赵怀安和老周，未来会为了保护你而死。赵怀安死于护送官正途中，老周死于劫法场。如果你想保住他们的命，必须提前做安排。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，绝不能。林老板，清婉感谢您告知此事，请帮清婉保住怀安和老周的命，清婉不惜一切代价。您说怎么做，清婉就怎么做。周老板，药品都准备好了。林老板，全按您的清单采购的，退烧药、消炎药、消毒酒精、绷带、纱布，一共10大箱，送哪儿？送到仓库。另外，帮我采购一批特殊货品。什么货品？古代的冷兵器，刀、剑、弓弩，你能弄到吗？林老板，这些东西管制得很严，不好搞。我不是要杀伤性的，古代刀剑文物作为收藏品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价格好商量。这些民兵训练多久了？回大人，3个月了。按您的要求，每天训练2个时辰，其中有50人已经能跟普通士兵过几招了。有几个好苗子，功夫快赶上我了。还不够。从这批人里挑100个最精健的，单独立为一队，由你亲自训练，要练成尖刀。大人，您是不是在担心什么？您最近神色不太对。老周，若有一天朝廷要杀我，你带着怀安，带着这些人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回头。大人，小的说过，党到死。大人，边军那边传来消息，最近有些不对劲，有几个将领暗中串联，好像在查什么。怎么个不对劲儿？说清楚。有几个将领暗中串联，似乎在查军饷的事。韩猛帐下最近去了几个生面孔，还有
清水府那边，沈清婉搞了水利工程，4县全部通了水。现在不光粮食自给自足，还吸引了商队，百姓称他为在世观音，他的名声越来越大。在世观音，好啊！这位沈大人政绩这么漂亮，本府就向皇上举荐，调他入京任职，把他放到本府眼皮子底下。大人高明，入了京，他就到了您首长心里，到时候搓圆捏扁，全凭大人高兴。你折子，就说清水知府沈清婉政绩协助，堪当大愣，请调其入京任户部侍郎。措辞要漂亮，要让皇上觉得这是为朝廷选贤立能。大人，京城来了什么消息？您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梁吉向皇上举荐，调我入京任户部侍郎，限期3个月赴任。户部侍郎，那是正3品，表面是升官，实则要把您电离清水府，放到他眼皮子底下。这招调虎离山，太毒了。调虎离山，我若不去，就是抗旨；我若去了，清水府40万百姓就没了庇护，两难之举。大人，不能去！您一旦入了京，梁吉有的是办法对付您，他会把您吃得骨头都不剩。你说的对，但抗旨也是死路。林老板，今晚遇到麻烦了，请您帮我拿个主意，这事关生死。大晋王朝默认户部侍郎沈清婉，赴任3月后遭弹劾下狱，罪名贪墨赈灾银，半年后被赐死，狱中受刑30余次，始终未认罪。果然，这是个陷阱。历史上沈清婉就是被这个任命害死的，一模一样的套路。抗旨是死罪，赴任也是死罪，那就只有一条路，让圣旨失效。只要人伤到不能赴任，圣旨就成了一纸空文。沈清婉，你不能去京城，但你也不能直接抗旨，办法只有一个，在上任途中遇刺负伤，伤势严重到无法赴任，同时把梁吉陷害你的证据散布到京城朝堂。我现在就给你准备详细的操作方案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和赵怀安、老周3人每天都要穿我即将送来的软甲，睡觉也不能，听明白了吗？林老板，今晚明白了，就按您说的办。这个计划，今晚接了。淮安、老周，进来，有要事相商，把门关上。大人放心，下官这把骨头就交给大人了。老规矩，等到死。不用死。林老板说了，我们3个都要活着看到梁吉倒台。林老板，您要的东西全齐了。这3箱是古代刀剑，虽是仿品，但材质是真家伙。我找了不少门路才弄到。尾款已打，另外再帮我准备300套保安制服，对，就是商场保安穿的那种，要统一的款式和颜色。行，您说了算，3天内给您送到。林老板送来的，刀枪不入。从今天起，贴身穿着，睡觉也不许脱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脱。大人，这料子轻飘飘的，能挡住刀，比纸还薄。
林老板说能，就一定能，他从来没骗过我。林老板的计划分3步：第一，制造遇刺假象；第二，在京城散布良吉罪证；第三，利用边军哗变，把良吉彻底扳倒。每一步都有详细的时间节点。大人，这计划堪称完美，只是风险极大，稍有差池，满盘皆输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老周，你从民兵里挑几个最可靠的人开始训练，要选嘴巴严的。属下这就去挑人。不对，太安静了，连鸟叫都没有。大人，大人中箭了！按计划行事，不要慌。知府大人遇刺，立即返回清水府，快马通报京城。沈清勉遇刺重伤，无法赴任。大人，对外已宣称您伤势严重，无法远行，一时以快马赶赴京城送奏折，消息最迟5天能到京城。京城那边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按林老板提供的名册，良吉的罪证已暗中递到3位御史手中。这3人与良吉素来不和，早就想找机会扳倒他。大人，刺客是咱们自己的人演的，剑是提前准备好的无锋剑，箭头是软木的。您的伤是皮外伤，3天就能好，一切按计划完成。那几个小子演得真像。林老板，第1步完成了。好，第1步完成了，现在是第2步，搞臭良吉。这些罪证通过沈清婉传递到京城，再由御史弹劾。同时，边军那边的韩将军也该收到消息了，两边一起发难，看良吉还能往哪儿跑？天罗地网，他插翅难飞。这些罪证若属实，良吉所犯之罪罄竹难分，光是克扣军饷1条就够他满门抄斩。李大人，老朽在御史台3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触目惊心的贪腐记录。这每一笔都有人证物证，时间地点分毫不差。这哪里是贪官，这是国贼！本官明日早朝，当庭弹劾良吉。诸位同僚，谁愿联名？下官愿联名。良吉祸国殃民，下官也愿联名。算下官一个，为忠臣良将讨个公道。好，我等联名上书，不扳倒良吉，誓不罢休。诸位看清楚了，朝廷5年拨给我们40万两军饷，良吉克扣了30万。我们的兵饿着肚子守边关，冻死在雪地里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他良吉的银子堆在库房里发霉。韩将军，反了吧！这样的朝廷还守着干什么？不，我们不反。我们是朝廷的兵，不是良吉的兵。我们要上书朝廷，请皇上彻查良吉。若是朝廷不管，那就用刀说话。臣御史中丞李文渊弹劾枢密使梁吉贪赃枉法、克扣军饷、陷害忠良，共列罪状17条，请陛下圣裁。陛下明鉴，
臣为朝廷鞠躬尽瘁，李文渊纯属诬陷，他受奸人指使，陷害忠良。陛下，所有罪证俱在，每一笔贪污都有时间、地点、人证、物证，只需派人一查便知真伪。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这些罪证经得起查验。梁吉，你有什么话说？陛下，臣冤枉，这必是有人栽赃。陛下，北境边军800里加急，边军将士联名上书，状告枢密使梁吉克扣军饷，致使边军断粮3月。联名信上有17位将领的血手印。梁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将其押入天牢，彻查。梁吉下狱了，陛下命3司会审，彻查其全部罪状。信上说抄家抄出了金银堆成山。大人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3年了，我们被他弹劾了多少次？林老板这招借刀杀人厉害，不用脏自己的手。林老板，梁吉已倒，清晚带清水府40万百姓拜谢您的深恩。您是清水府的再生父母。梁吉倒台，第1步和第2步都完成了，沈清婉不用去京城赴死了。但这还没完，历史上梁吉死后，朝廷更加腐败，最终民变四起，大晋王朝还是灭亡了。沈清婉要想活命，光扳倒一个梁吉还不够，他得有自保的力量。沈清婉，恭喜梁吉倒台，但你不要掉以轻心。梁吉倒台后，朝局会更混乱，你最危险的敌人可能还没出现。下一步，尽快组建你自己的武装力量。你之前训练的民兵要扩大规模，钱粮方面不用担心，我这边全力供应。大人，按林老板的教材训练了半年，这批民兵的战斗力已经不比正规军差。有几个小队反应速度比边军还快。继续扩称，从4县招募，目标3000人，人越多越好。大人，朝廷不许地方官养兵超过1000人。本官养的不是兵，是民团，是保境安民的自卫力量。谁问都这么说。大人放心，名册上永远不超过1000，真到用的时候，3000人一个不少，全拉得出来。梁大人，您的饭，今天可没大鱼大肉了。我要见皇上！我要见皇上！省省吧，3司会诊，罪证确凿。您那17座宅子8000万道家财全抄了，连您老家祖坟旁枯井里的金砖都挖出来了。怎么会这么快？是谁？是谁害我？是沈清莲，一定是他！这位姑娘，敢问清水府哪里可以批到粮食？听说你们这儿粮食又好又便宜，我们那边粮食比这里贵3倍。城东粮食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您去了报赵县城的名字，有优惠。3年前，这里还是遍地饥民，如今连外地商人都来买粮了，恍如隔世。都是大人治理有方。不是本官，是林老板，没有他，这一切都不会有。老掌柜说，历史记载沈清婉的玉佩只有1块，我重新做1块，凑成1对，算是纪念。他给过我1块，我还他1块。沈清婉，送你个小礼物，这是仿你之前那块玉的样式做的，正面你的名字，反面刻的是当代林墨赠。别嫌我字丑，我不会写繁体字，将就看吧。
林墨赠。林老板，您的字确实不怎么样，但这份心意比什么都重。林老板，玉佩已收到，今晚将贴身佩戴。另有一事相询，梁吉倒台后，朝廷政局越发混乱，今晚下一步该怎么做，请林老板指点。历史大势不可挡，大晋王朝注定要完。但沈清念可以不用陪葬，他值得活下去。沈清婉，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很难接受。大晋王朝注定要灭亡，这不是任何人能改变的。你唯一能做的是保存自己，保护清水府40万百姓不受战火侵袭。我的建议是：第一，继续扩大民兵规模；第二，在清水府4县修建防御工事；第三，秘密储备粮食和物资。将来天下大乱时，你才有能力保境安民。林老板说，大晋王朝注定要亡。大人，这话是大逆不道，若被人听去，是要杀头的。林老板来自千年之后，他在历史中看到的结局不会错。他不是在预言，他是在陈述已经发生过的事。但他也说了，清水府可以不必陪葬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在乱世来临之前，把清水府建成一座堡垒，保境安民，静待天下太平。大人，老周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下官也是，这条命早就交给大人了。从今日起，加固城墙，扩建仓库，加倍操练民团。乱世快要来了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林先生，这块砚台的价值不亚于上次那枚玉佩，您到底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沈清婉遗物的？这些东西随便哪一件拿出去都能上拍卖会。老掌柜，有些事儿说出来您可能不信，您还是安心收您的古董吧。好，老朽不问，反正沈清婉的遗物，您有多少，老朽收多少。老掌柜，您说，如果沈清婉当年没有死，大晋王朝会怎么样？这个问题，老朽年轻的时候也想过，但历史没有如果。沈清婉就是死了，大晋也亡了。大人，按林老板的图纸，城墙加高3尺，4角各建一座瞭望塔，护城河深1丈，宽3丈，预计再有1月完工，到时候清水府就是一座铁桶。城中粮仓扩建了吗？扩建了，按您的吩咐，存量翻了3倍，足够全城百姓吃半年。不够，继续扩，目标1年存量。我要让清水府在被围困的情况下，也能撑1年。陛下，梁吉一案已审结。查抄金银合计8000余万两，房产17处，按律应判临职。准，不必再奏。朕不想再听到这个人的名字。陛下，北境边军哗变，韩猛率5万大军南下，打着清君侧旗号，已攻破3座城池，
距京城不到500里了。快调兵平叛！陛下，京中兵力不足2万，能调动的兵马都在北方边境防着蛮族，调不回来。北境韩猛已起兵南下，皇帝调不动兵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叛军逼近京城。这是大晋王朝崩溃的开始，接下来各地军阀都会趁乱割据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守住清水府，不要参与任何一方，也不要主动出击，等乱世过去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大人，韩猛的部队若经过清水府，我们这点民兵怕是挡不住。5万大军对3000民兵怎么打？挡不住也要挡。清水府城墙加高工程必须加快。大人，我去北边探探风声。韩猛的部队要是真往这边来，咱们也能早做准备。林老板，您这次要的东西可真杂，太阳能灯和发电机也就算了，您还要简易净水设备，这是要搞野外生存啊？您这是要把一座城市搬过去吗？朋友在偏远山区搞扶贫，这些东西都用得上，那边条件艰苦，什么都缺。行，您说了算，尾款还是老规矩，3天之内到账。老周，伤怎么样？谁伤的你？大人，皮外伤，不碍事。韩猛的部队离清水府不到300里，他们在沿途烧杀抢掠，见了粮食就抢，见了壮兵就抓。多少人？前锋5000，全是骑兵，跑得飞快。后续至少5万，他们沿途烧杀抢掠，百姓死伤无数。我回来的时候，看到好几个村子被烧成了白地。传令全城戒严，城墙上的油锅烧起来，滚木乱石准备好，4线射门一律关闭，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。你伤先包搭，然后立刻去民兵营，把所有能打的全部调上城墙，1个时辰内必须到位。韩猛打过来了，这不是历史记载的情节啊！历史里韩猛是直接打京城的，怎么会经过清水府？韩猛大军南下，途经清水府，遭顽强抵抗，大军绕道而行。清水府因此保境成功，但伤亡惨重，城墙被毁大半。原来如此，历史上清水府守住了，但代价很大，伤亡惨重，这个代价必须降到最低。沈清远，韩猛不是来打你的，他是去京城，你只要挡住他，不让他进城，他不会跟你拼命。上不要玉成和城墙优势，拖延时间。我给你准备了水平的特殊装备，马上传送过来，一定要等我。大人，林老板说这叫扩音器，对着这里说话，声音能传出数里，按这个红色的按钮就行。韩猛将军，可否阵前作答？沈大人，久仰大名，你一个女流之辈，也敢挡我5万大军？我可听说过你的事迹，但打仗不是治水。韩将军，你打京城是为弟兄们讨公道，我不拦你。但清水府4县40万百姓，与你的恩怨无关，请将军绕道而行。若本将军不从呢？这支箭是给将军的见面礼。本关城中有强弩300具，弩箭3万支，将军若要硬攻，必定伤亡惨重。将军真正的敌人在京城，何必在此折损兵力？沈大人说的不错，本将军的敌人在京城，清水府本将军不动，但作为交换，
请大人资助粮草500担。300干，多了没有？本官要留够百姓的口粮。成交！沈大人快人快语，韩某佩服。大人，下官以为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，5万大军啊！下官的腿现在还是软的。把300兆粮食送到韩猛军中，然后回来清点城防物资消耗。别瘫着了，起来干活，后面还有的忙。大人，他5万大军就这么走了？就凭您几句话？因为他真正的目标是京城，不是我们。林老板说的对，他只是路过，我们要做的不是跟他拼命，是让他明白拼命不划算。林老板，守住了。你的扩音喇叭比300强弩还管用，我们守住了。太好了，韩猛绕道了，清水府没被战火波及，沈清婉做到了。但这只是开始，韩猛打进京城后，天下会更乱，各路军阀割据，老百姓还是遭殃。清水府现在安全了，不等于以后都安全。沈清婉，恭喜守住清水府，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。韩猛攻入京城后，朝廷名存实亡，各地军阀会开始割据混战。你马上要做的是：第一，把4县军政统一管理；第二，组建正式的地方武装；第三，在清水府4境设立关卡，管控进出人员。简而言之，在乱世中把清水府建成一个独立的安全区。你现在不是知府了，你是这40万人的守护者，做好准备。诸位大人，京城已经乱了，韩猛攻入京城，皇上出逃，朝廷名存实亡。接下来天下会陷入军阀混战，没有人会来救我们。知府大人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这点人，这点兵，怎么挡得住乱世？本官之意，清水府4县从此军政统一管理，各县民兵统一训练，统一指挥，粮食物资统一调配，关卡统一设防。只有4县拧成一股绳，才能活下去。大人，这是割据自立的做法。朝廷若知道了，朝廷已经没了，我们现在能靠的只有自己。马大人，我问你，你是等朝廷来救你，还是跟我一起自救自己？诸位大人，沈大人3年前接手清水县时，全县百姓连水都喝不上。如今怎么样？4县水利贯通，粮仓满囤，商队往来不断。沈大人做出的决策从没错过。柳河县听沈大人的，石泉县也听沈大人的，平宁县亦如是。军爷，求您放我们进去。北边在打仗，村子全烧光了，我们是走了7天才走到这里的。放人，带他们去城里的难民收容站安排粥铺，先给孩子们吃点东西。谢谢。周爷，这些天放进来多少人了？少说也有2、3万了，都是逃难的，后面的还多着呢。大人，您就是那位在世观音吧？谢大人收留我们母子，我们逃了半个月，以为要死在路上了。不必跪，
你们既然来了清水府，就是本官的百姓，有本官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们一口吃的，好好把孩子养大。大人，这2月收容的难民已超过5万人，粮食消耗又涨了一大折，仓库里的存量又紧张了。告诉林老板了吗？已写了信。他会帮我们的。又多了5万张嘴。沈清婉，你这收容站比我还能开，你是要把整个北方的人都收过来吗？周老板，订单再加3成，对，全要粮食。另外帮我采购一批种子，小麦、水稻、蔬菜种子，能买到的全买了，要最好的品种。粮食3天内到。另外送你一批种子，是经过改良的高产作物品种，在清水府试种，产量比你们现在的品种高好几倍。另外，难民也要安排生产自救，不能光吃救济。你组织有劳动力的难民开垦荒地、修水利、建房子，以工代招。办法我之前教过你，干活管饭，还有工钱。大人，按林老板的以工代赈之法，难民们干活管饭吃，还有工钱。3个月下来，开了8000亩荒地，比我们计划的还多了1倍。大人，俺们从北方逃难过来，原以为要饿死，没想到在您这儿不光有饭吃，还能挣钱。俺爹说了，这辈子不走了。好好干，开了春，这些地就分给你们种，种满3年，地就归你们。你们从北方逃难过来，是谁收留了你们？沈大人！是谁让你们有饭吃有活干？沈大人！那要是有人来打清水府，你们怎么办？跟他们拼了！谁敢动清水府，我们就跟谁拼命！大人，3年前这里还是遍地饥荒，如今40万百姓安居乐业，城外8000亩新田，城内商贾云集。谁能想到3年前这里连井水都干了？这都是林老板的功劳，没有他，清水县10万人早就饿死了。我们这些人都是他救的。清水府知府沈清婉告示：今春开垦之荒地，凡耕种满3年者，地即归耕者所有；凡新落户难民，一律分给口粮田2亩；凡年满60者，每月可至府衙领养老粮。沈大人真是活菩萨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没见过这样的官儿。什么活菩萨，是在世观音。我们家3代人都要供沈大人的长生牌位。林老板，3年了，清水府从一个濒临恶秀遍地的穷县，变成如今4县安定、百姓温饱的乐土。清婉不敢居功，您才是这一切的缔造者。清婉常常想，若有一日能与您相见，清婉愿亲自为您侦查，待40万百姓向您磕3个头。别老想磕头，你好好活着，把清水府治理好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。另外，说真的，如果有机会见面，该请你吃饭，让你尝尝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。我们这儿的好吃的比你们那儿多太多了。林老板，清婉等着那一天。